周玉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没事吧？没事。说，叫什么名？什么名字？杀人？警官，我不过是一个网络公司的技术人员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4个人呢？再说了，你们说我杀人，有证据吗？周玉，这个网关是在你家里搜出来的，你就是用这个给他们4个发的短信。这上面有你的指纹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警官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不光给人做网络维护啊，还兼职倒卖2手电脑硬件。这个别人在这个硬件上做了什么手脚，或者是违了什么法，我怎么知道？再说了，我只负责倒卖，这个上面有我的指纹很正常，对吧？你先出去吧，还扛着呢。我看看，周玉，男，30岁，自幼丧父，跟随母亲生活家庭贫困，高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城大学法律系。据调查，在校期间因为成绩过于优异，性格内向，遭到徐星、林然、李小茹、赵文炳的嫉妒和霸凌。期间，母亲为解决此事，曾遭徐星4人当着同学的面羞辱并殴打致残，但因为种种原因已私了结束。大3那年被泼硫酸毁容，因此选择了退学。退学后自学黑客技术，从事网吧技术维护工作，期间多次黑入徐星、林然、李小茹、赵文炳以及王敏的电脑，获取这5人的私密信息，等待时机肆意报复。对于你的个人经历，我深表同情，但是这不能是你藐视法律、肆意犯罪的理由。这个电脑里边有你雇佣那个小黄毛发送信息的账号，他已经交代是你通过网络指使他发送死亡预告。还有这些，是我们网安同志找到的你长期监控徐星等人的证据。没错，我不过就是做了个剧本杀游戏，发了几条短信而已。结果他们呢，他们就开始狗咬狗起来了。还有赵文炳家的电梯，是你远程遥控，导致他差点窒息死亡。那又如何？他本来就该死，这一切不过就是他们种下的恶果。你当年遭受霸凌的时候，就应该选择报警，为什么等到现在？报警？警官，报警有用吗？学校也调查处理过他们，可事后呢，我照样被排挤、被羞辱、被霸凌。我这辈子最后悔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听了我妈妈的话。她觉得读书就能改变命运。我试了，我听话了，我按她说的做，我努力地考上了一所师资很好的大学。可去了之后才发现，我就像是一只闯入狼群的羊。这不该成为你违法犯罪的理由。不该，他们就该死。我妈妈为了替我去学校出头，被他们从楼上活生生的推了下来。
你们拦着我干什么呀？阿姨，你儿子抢了他比赛的第1名啊！你儿子挺有能耐的嘛？怎么可能？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他不知道哎。别废话。阿姨，你要不要好好回去问一下你儿子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真是疼！你们，妈，没事吧？我这就带你去医院吧。身上多处骨折，然后呢？学校让他们赔礼道歉，徐星就拿了10万块，就10万，他就让我妈闭嘴了。可结果呢？我妈没过1年就死了。可再看看他们呐，你再看看他们，他们觉得我家好欺负，更是变本加厉虐待我、伤害我。他们当着我的面虐待我的猫，把我的头摁到水池里，他们用硫酸泼我的脸，导致我毁容。他们毁了我的一生，害死了我妈，他们就该死。好了，你冷静点。你当时已经是成年人，你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选择错误的方式让自己坠入深渊。邱警官，你觉得我的复仇还算成功吗？那个网关和 SD 卡里面有我留给你的东西，我们不会停止复仇的。秋晨，恭喜你成功通过了我的3个考验。我将告诉你我的下一个目标，不过文件会在1秒后自动销毁。祝你好运。给我回去！你别拦着我！这是陷阱！如果他真的是清道夫呢？警察不跟罪犯做交易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，我们讨论案情。对，你当我耳朵背听不见是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。有案件不如实上报，后果很严重。张局，我申请重启清道夫案的调查。秋晨，立正。以后的案件，如果再和清道夫案件有相关的线索，你要第一时间上报，由上级组织审查决定你是否需要回避。如果你不上报，并且擅自调查，你将面临纪律处分。张局，他刚刚执行命令。是。出去。顾宇明，哎，滚回你大队长办公室去，离他远点，省得你俩天天给我找事儿。嘿，还有啊，关于重启清道夫案件调查这个事情，你要对秋晨严格保密。他太年轻，我担心他做事冲动。明白，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去忙吧。哎呦，需要帮忙吗？张局说了，让我离你远点。哪次警告你听过？别那么多废话，赶紧帮忙啊！
你干站着干嘛呀？哎，还有我的花，哎呀，哎，这个，得嘞，走了。笨手笨脚，你这什么破箱子呀？你快收拾了啊！哎呦我！清道夫连续作案2起，线索缺失，证据依然缺失，清道夫的作案动机未明。妈，我不去。人一听我是干法医的，吓掉头就跑了。你总费那劲儿干啥？非凡恋爱学院，得了吧，一听又不靠谱。哎呀，行，我去，行了吧？来，文件。哎，你要去相亲啊？哦呦，你可别提了，我现在根本就不想相亲。理解，我陪你一起去啊。你啊，你也去相亲？我去帮你。你帮我？呀，这是什么？哎，
你记住，一会儿我一给你打电话，你马上来救我。放心吧。只许失败，不许成功。哇，今天这个课讲的也太好了吧！是啊，感觉上完课太有收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。哎呀，实在抱歉，要不我陪你一杯？不用了，谢谢。这咖啡的味道好独特呀，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。哎，小姐姐，你真有品味，能告诉我哪里买的吗？我随便买的。哦，随便买的呀。小姐姐，你说的随便买的，可是别人花大心思也换不来的高品位啊。不介意的话，加一个联系方式啊。这咖啡是我买的，要不你加我联系方式吧。不对，你跟着我来相亲有什么目的啊？我能有什么目的？你和顾队平时都只想着查案，难道是这学校有什么线索？我就知道要查什么，需要我配合。你就说要见他们负责人，我再去观察观察，到时候见机行事。小心点啊！谢谢。给我吧。谢谢。哟，还给自己整个蜡像。认识。我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说什么年轻有为、事业成功。想不到还真有这么个学校。动心了？我还是擅长和心不动的人打交道。这要都是真的话，还真是丑小鸭变白天鹅。没错，我们学校的宗旨就是提升大家的形象气质，帮助你们实现俊男靓女梦，改变你们的人生，让你们人生走向巅峰。二位能有慧眼选择我们学校，那就已经成功一半了。鄙人是这里的校长，这间培训中心是我和吴飞老师共同创建的。别急，我先瞧瞧二位的资质如何。干什么？你放手！保安，报！是刑侦大队的。哎呀，原来是二位警官啊！我还以为你们有何贵干啊？吴校长在哪儿？吴飞，你跟我走吧。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讲过的5步陷阱法？好奇、探索、着迷、摧毁、情感虐待。哎，徐老师，这不是他们男神班学的 PUA 吗？我们学它干啥？这些套路都是共通的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教你们这些是为了让你们更好地理解人性，在感情中掌握主动权，赢得更多的机会，获得你们想要的美好人生。徐老师，记笔记啊！徐老师，这2位警官想找吴校长，你看见他了吗？我今天一天都没看见他，我也正找他呢。等一会儿还有他的课呢。行，李校长，带我们去校长室吧。 2位警官，前面2楼就到吴校长办公室了。他呀，我跟你说，他，哎呀，怎么冒烟了？好像起火了。哎呀，真起火了！哎呀，哎呀，灭火，找人灭火！啊，好。快来人，仓库着火了！快来人呐，快救火！ 5
快！来！快点！这边。这什么味儿？这点是啊，这除了塑料，怎么好像还有一种蛋白质燃烧的味道？所有人离开，不允许围观。好，快！里面人出来，不允许破坏现场。离开，快！走。秋晨，这有具被割掉五官的尸体。清道夫模仿犯诱导我来这里，难道是为了让我查这个案子，还是另有目的？秋晨，你看看这个，怎么了？死者的下体严重缺失。根据四肢焚烧程度来看，死者身上包裹了一层蜡，但应该不是死于火烧，也不是窒息而亡。哎，顾队，思雨，你这什么体质啊？相个亲都能碰到案子？别说，不是来相亲的，我就是来走个过场。啊，秋晨怎么在这儿？他是来帮我的。帮你？啊，没见他对别人这么热心的。哎，师傅，你看这现场，又是烟，又是火，又是水的，已经不成样子了。你去培训中心问问所有人，看看有没有目击者。是。从天花板上的灼痕来看，这应该不是普通的起火，而更像是爆燃。或许，尸体和这杯假人模特上有某种特殊的化学物质。尸体这里就是起火点。而且，这不是普通的失火，普通的失火不会形成这种。小麦，这不对。师傅，他就是负责搬运假人模特的教学主任，叫许丽。你好，你们推着这车东西进了仓库，车上除了模特之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吗？就几个假人模特啊，怎么会着火呢？你没进过仓库吗？没进去，我忙着去上课呢。经过检验，死者确定为培训中心的创始人校长吴飞，但是他的鼻腔和口腔里都没有发现烟灰的吸入，所以可以确定死者是死后被制成了蜡像，然后运进了仓库里。但他真正的死因是下体被利息割断导致的大出血。推算出他这个死亡时间了吗？应该是前天晚上10点到12点。不过因为尸体经过焚烧和搬运，所以推断和实际应该会有一定差距。你们看啊，这个是我在现场拍的照片。这种向上喷射状的灼痕，明显就是氢气爆炸留下的反应。此外，死者周围的积水我也做了检测，除了死者身上包裹的蜡，镁离子的浓度也严重超标。另外啊，我在死者身上还检测出了镁和硝酸钾的混合物。你看，镁粉遇水会产生氢气和热量，而硝酸钾则是助燃剂。所以我推断啊，凶手应该是在尸体上裹住蜡，又裹满了镁粉和硝酸钾，再利用工人将尸体推入仓库，触发火警，导致喷淋头启动，喷淋头的水跟镁粉产生氢气，遇火源爆燃，
毁尸灭迹。因此，凶手应该接触过仓库的火警装置。所以你的结论就是仓库不是第一现场。你那天陪思雨去培训学校，不是为了帮他姐？随你怎么想。你是去查神秘人给你的线索。神秘人的线索只出现了1秒，但是你却记住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个案子应该也跟清道夫有关。清道夫死了，你开的枪。我不会让你走你父亲的老路。徐主任，我听李校长说，您不光是这儿的教学主任，之前还当过吴飞的秘书。他创业的时候就跟着在一块儿了，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吴飞的情况，能跟我们说说吗？我跟吴飞纯属工作上下级关系，对他的私生活并不了解。你适当回忆一下啊，他有没有一些社会上的仇家，或者说他最近见到一些特别的人，发生一些特殊的事儿？再比如最近跟谁起过什么争执？老李，我拿你当兄弟，你撬我的女人，哼，兄弟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傍上曹文文的下一步就是要把我从学校里踢出去。这又怎么样啊？有本事你弄死我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天我听到吴校长和李校长吵过架。哎，我只是无意间听到的啊，具体的你们还是去问李校长吧。怎么了？鼻子，他的鼻子是真的，不信你们去看。凶手挺嚣张的。你谁呀？为什么在这儿？我是吴飞的女朋友，也是学院的学员。我来这儿，本来是想来缅怀他的，但是没想到。昨天晚上你来过这儿吗？我昨晚也来过，那会儿蜡像还是正常的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徐主任，你这个走廊还有办公室有没有监控啊？没有。是李校长，他昨天肯定来过这儿。我记得我进来的时候好像闻到了他的雪茄味儿。二位警官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先去上课了。怎么了，邱警官？他的嘴是真的。这嘴是真的？这凶手可真变态啊！昨天这个教室上没上过课？上了好几堂呢，但今天只上了1堂课，我们大家都没注意。这个吴飞，他一共有几个这样的蜡像？据我所知，有4个，
学校接待处一个，吴非办公室一个，教室一个，他家还有一个。哎，那这些蜡像都是从哪儿来的？知道吗？我好像听他说过，他说早年间交往过一个学美术的女生，那个女生当时爱踩了他，还特意为他学了自制蜡像，但具体是什么人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李校长，你昨天晚上偷偷摸摸去吴非办公室干嘛呀？是想把吴非的鼻子割下来装到蜡像里啊？哎呀，冤枉个警官！我去他办公室只是找一份文件，而且我严重晕血，根本做不了这种事儿。那你们吵什么呀？吴非这个他妈白眼了，当初他妈要不是我出钱建立这个培训中心，他能有今天啊？这家伙忘恩负义啊，赚到钱了就想把我踢了。这小子是不地道啊，所以你就把他杀了？不，我没杀人啊，我当然生气，可我犯不着杀人啊！我要是知道他死在了仓库里，我怎么敢带这位警官过去啊？在我们去学校之前，你在哪儿？就在学校啊。在干什么？我在给教职工开会啊。谁可以证明？其他教职工都可以证明啊。前天晚上呢？前天我都不在江城，我回老家了。哎，这个你们可以去查。我们询问了培训中心所有的教职员工，也调查了李校长案发当天的行动轨迹，他没有作案时间，可以暂时排除。像生殖器缺失这种带有极强报复性和羞辱性手段的作案方式，基本上通常偏向于情杀，所以咱们的调查方向要调整，重点调查跟吴非有重大情感纠葛的女性。我已经让小翟把这个名单都列出来，小翟你讲一下。吴非的通讯录和社交平台，光是备注宝贝家名字的就有10几个，而且他还进行了分类。这小子可以啊，他遇害前都接触过谁啊？这是吴非当天的行程记录，他那天一共接触了5个女人，这小子是名副其实的时间管理大师。曹文文是最后一个呀？也不一定。行车记录仪呢，在8年以后就被凶手恶意破坏了，但是上面又没有其他人的指纹。一个不能少，全部都要问。走。是。来说下什么情况？都是成年人，各取所需，随便玩玩喽。他之前说只爱我一个人，这个渣男！我已经和李校长好了，警官。这些事能不能别告诉我老公啊？什么？他死了？不是，他还欠我好多钱呢，警察同志，那还能要回来不？哎呦，你这审得够快的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别提了，除了证明他是个时间管理大师，啥线索都没有。看来还是得继续查培训中心内部。蜡像的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曹文文贼喊捉贼啊？也有可能，凶手挖走了吴非的眼睛，还割下了他的鼻子、耳朵，还有生殖器。我猜测很有可能会再次行动。走，分头行动。
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吴非那天明明已经跟我约好了，要不是你表里表气的跟他说你生病了，他才不会从我这儿走呢。曹文文，吴非就算是死了，心也在我这里，你拿什么脸跟我争？也不看看你自己，什么德行？吴非都把你甩了，你还舔着脸往上贴，要我看呐，你就是没人要的老女人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吴非的死八成跟你脱不了干系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都跟我把嘴闭上！吴非校长已经走了，警察正在调查，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就给我滚出去！两位警官，这个柜子是我们学员的资料，那个柜子放的是我们教学员的课件和老师的资料，你们随便看。至于吴非和什么样的女性交往，恐怕多到连他自己都数不过来，我也帮不上你们。你们这是男学员、女学员分开授课呀？对，我们分男神班和女神班，男学员是吴非在带，女学员主要是我在带。如何打造自己的身份？还能这么操作啊？网上不是有这么一句热门的话吗？出来混，身份是自己给的。当你扮演某个角色久了，就会朝着他的方向去努力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警官，这叫积极心理学。我们的课程可不忽悠人。什么积极心理学？你这就是给自己虚拟一个身份，然后出去骗人。小翟，咱们是来查案的，不是来评价别人的。没关系，很多学员一开始都这么想，不过在上了一段课之后，自然会发现我们课程的实用之处。哦，如何掌握关系的主动权？哎，师傅啊，好了，我们看看资料。好，不过等一下我还有课，可能不能陪你们继续看了，你们自便吧。谢谢。啊，对了，刚才那2位女士，能不能让她们跟我来一趟分局，了解一下情况？没问题。师傅，我觉得吧，这不就是给自己打造一个身份，然后对别人实行精神的操控，最终达到骗财骗色的目的吗？这不就是诈骗吗？你怎么这么聪明呢？咱来这干嘛呢？调查杀吴非的凶手啊。是不是诈骗？慢慢查就能查出来啊。分清自己要干什么。好，拿资料去。曹文文，你跟吴非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是说过了，我是他女朋友。哦，那个苏娜呢？吴非早就跟他掰了，我才是吴非的正牌女友，他那叫前任，谁还没个前任了？他呀，脸皮厚得很。吴非明明已经跟他分了，他还一直往上贴，贱得要死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因为这个跟他关系不和，不然呢？你恨过吴非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不会觉得是我杀了吴非吧？问你什么就答什么。我爱他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恨他呢？他呀，又帅又暖，而且每段感情都是处理好了才会进入下一段。据你所知，这个吴非除了苏娜，还有没有其他女朋友？他不可能和别人有关系。他跟我说过，我是他的真爱，是他的灵魂伴侣，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在意的人。苏娜，我们想问一下，你跟这个吴非之间是什么情况啊？我们1年前开始交往，中间分分合合了很多次。那你跟这个曹文文之间？我只是正常教学，他跟吴非在一起之后，就开始针对我。你的手怎么了？